之前装修过2个自己的房子，在装修的时候做了还蛮多妥协的。比如说爸爸妈妈会说我们偶尔会来住一下，他们也会说那万一你以后有了小孩，你要留一个小孩的房间等等。但这次我就在想，不想那么多了，这个房子一定要完全满足我自己的需求，希望它能够实现我关于房子的很多小梦想。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230多平，然后使用面积是183平。它原来是4个房间3个洗手间的设计，那因为我是自己住嘛，所以我就改成了是1个客厅1个起居室2个卧室2个洗手间，把走廊啊主卧打掉以后的空间就拿出来做衣帽间。我当时买这个房子一走进来就很喜欢这个客厅，本来我设计的是蓝色的墙，有一次去逛家居城就看中了这个红色的沙发，我就把墙临时改成了墨绿色。我不喜欢性冷淡风，我也不喜欢小清新，所以你会看到我的家其实还蛮浓墨重彩的，大红大绿。我刚搬进来的时候，客厅就只有一张红沙发和那张很大的桌子。以前我一直在我的餐桌上工作，就习惯了。这个其实也是我关于家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吧，想要有一张很大的工作台。每一个推开那扇门的人都会先发出一声哇。这个衣帽间有29平，听起来很奢侈，但是因为我现在是全职的时尚博主嘛，对我来说，我对衣服和搭配的要求肯定比很多人都多。一进门的2扇门是包柜，大概放60-70个包是没有问题的。左手边就是鞋柜，2面墙，应该能放得下120双鞋。我一般先选鞋子，我看到那个鞋子我可能就有灵感，知道今天我想要穿什么了。右手边是衣服，中间是一个岛台，是放首饰的和一些杂物的柜子。我是一个没有化妆台的博主，设计师也忘记给我设计化妆台了。那后来我是把连接洗手间跟房间的那块位置临时摆了一个化妆台出来。女孩子都有关于4角浴缸的梦想吧，我觉得一个大浴缸能够让我身心舒展。我晚上因为我有泡澡的习惯，然后我也很喜欢点香氛蜡烛。我的卧室其实特别的小，其实除了睡觉我基本上不在卧室待。我睡前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会看看书啊，听听音乐，喝一点点酒。但是这个是在我的起居室进行的，2个房间是挨在一起的，中间有一扇小小的彩窗，那有时候我可以直接从那里回我的房间，也蛮好的。还有一个他们觉得很奇葩的地方，就是我身在南方，但是我装了地暖。广州人的冷是你们不能体会的，小福就整天都喜欢躺在上面。我一直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毕业2年吧，就买了一个自己最小的房子。换到这套房的时候，原来有2套房子都卖了，交了一个首付。一个女人为什么要住一个这么大的房子？买的时候我爸爸也说太大了。我当时想，我一直有在说一句话，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自己最好的。